也请看，我们两人之前都有个失败的婚姻，能够走在一起的很不容易的。现在我们已经交往3年了，我想和他结婚，但他总是犹豫。我之前选择和他在一起，是因为他对我特别的好。后来真正在一起了，我觉得他就变了一个人似的。我需要他的时候，他总是不在我身边。为了这段感情，我也付出了很多，可他总是挑我的毛病。毕竟我们已经这么年纪了，我希望我们能够2个人好好在一起，不要因为一些小事情总是争了吵的。而且他还对我特别的小气，我现在已经感觉不到他对我是不是真心了。对于我的未来，我感到非常的迷茫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姚先生56岁，来自湖南宝安，有请姚先生，有请。周女士52岁，来自湖南吴业，有请周女士，有请。欢迎2位啊！照片里说谈了3年恋爱了，对吧？啊，3年多了。大概我听到了，您说他对您现在的关心没有刚认识时候关心多了，是吧？您说说吧，怎么就不关心了？现在我是跟我儿子儿媳住在一起，我还有一个宝贝小孙子啊，还刚2岁，平时我一个人带吧，我就他也不跟我办家务事。你们现在跟您的儿子儿媳生活在一起啊？对呀。您上门是吧？现在还没呢。那怎么会谈到家务呢？只是当时他是16年的时候了啊，他那个腰间盘突出捐嘛。捐的时候我就在那照顾他，后来还没恢复好吧，捐了以后我就跟着他上到他家里。哦。待了2个月在医院里，他就照顾我啊。所以人生最害怕对比是吧？啊，对。想当初对您多好啊！那开始前面1年的时间，那真的是对我好，什么事都顺着我。现在您不是身体也好了吗？您是不是这么想的？对，好了，我还是，但是我的那个正事还是不能提啊，不能搞啊，听明白了。这样的。去年突然之间家里又停水了，因为小孩子我要带不，因为我儿媳啊、儿子他们都要上班嘛，要到外面的一个小区去提水啊，我又提不起，他就去玩去了，我就打电话给他，我说你就回来帮我提一下是吧？他说好啊，好了就是几个小时就没回。我再联系他就关机了。是谁打的呢？后来这个水啊，我就没办法了，打电话给我娘家的侄女。干嘛不让儿子回来折腾这些事？我儿子他们那个上班是很具体的，本来又远不，走不开不，走不脱身不，那是没办法，他们是上班啊。你看我气愤不气愤？那个我的腰间盘突出痛得那么厉害，他我叫他回来的，然后他就说几个小时回来又关机了，怎么样的？刚认识的前面1年他不是这样对待我的。这个咱们不这么比较啊，你越比越气。小片里还说他很小气，是吧？小气的真的是啊。我去年生日吧，我的姐妹她们在一起就跟我庆祝一下，我们就包了一个歌厅唱歌吧。他就买了一个蛋糕，买了一个这么大的蛋糕的，你说那是不是很小孩一样的？你买个多大了？那个谁没买一点，后来你不买就算了咯，这200-300块钱拿不到，你买了啊，答应不买，就悄悄的走了。招呼也不打，小气到这个程度。我当时跟你说了啦，我说我手头紧了，叫你自己去买一下啦。我自己买一下就给你啊。这是你的心意啦。这不是先说了吗？我们现在还是情侣关系呢，你就这么小气，那以后我们结婚了，打这了怎么办呢？那不更小气了啊！我在我那个姐妹身边，我们面子都不，你说是吧？行，听懂。过生日过的牌面没给到呗，是吧？这么大一个蛋糕，真的好小气，好小气啊！您刚才说的是这么大，现在说是这么大啊，我也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大啊。这个不重要啊，除了这个蛋糕之外，还有啊，令我最生气的就是啊，这几年来，从来没有给我买过一件衣服。3年没买过一件衣服，就买了一件那个30-40块钱一摊的货。哪里是30-40的？不是吗？那你说你多少钱一件买的？你多少钱买？200多嘞，那个标签上不是那个了。有标签吗？工作人员麻烦你们把我那个衣服我带来了。不是这要干嘛呀？你看这个衣服是不是地毯货？大家看一下。人家给你买个衣服是个心意嘛，是吧？心意有这么小气的吗？他全身上下内衣内裤包括鞋子都全部都是。你要看我的工资多少啊？每天出去玩，唱歌打牌呀，跑去人家弄啊，那有钱了。跟我在一起就是没钱了。照你这样说，我天天都出去了。没有吗？
我没在家里了，家里事情那怎么办呢？家里事情是我干的，真的是。真的，我那朋友上次来了，哎，怎么你这个男朋友又没在家里了？啊，一打电话就是在外面去玩了，打牌就有钱，啊，出去唱歌就有钱，还不回来吃饭，还说什么在外面 AA 吃饭，AA 吃饭不要钱吗？刚才您说这个，她这个男朋友，从上到下，从里到外都是您买啊？都是我买，也是买了个2、3回了，他。怎么说全都是了？你不要违背你的良心说话！你这样说，我真的，我一点现在我都不想跟你讲了，我现在都不想跟你过下去了嘛。是，你这样说讲话。是，我问问啊，哎，你们交往这3年多，有没有一起出去玩啊？他天天去农家乐的。没有他，我告诉你，这几年来噻，我们是相聚在一起是吧？从来哪个地方他也不带我出去玩，我也跟着出去玩。他说那我就不去了。以前我带他出去的时候，一喝酒的时候呢。他就老是唠叨，那个声音啊，你不知道，在我们朋友中间呢都说，哎呀，你怎么搞的了？找了这个，你下次别带他来了。我是跟你说，他在外面喝酒，每次我一不跟他一起去了，就喝得醉醺醺了，他回家澡也不洗啊。只是偶尔吧，醉酒。偶尔，你要搞多次还是偶尔？有时候还是外面，有时候人家打电话给我，让我去等个的士去接他回家。你看我气愤不气愤？气愤。那是一次偶然了。他们下班就不回，就跟他们去喝酒打牌。不，这个你就是一次的事情。他都这样了哈，我就是老问题啊。是啊。他这离开他不就完了吗？我有这个想法。才有想法啊！我有这个想法。您说这说法太过分了，这都不能留啊！这种人，所以说怎么还在您身边又潜伏了3年呢？主任，我就是这样说，他那个人的心还是不坏，是吧？心不坏，心还是不坏。他就是贪玩。贪玩的要真的我无法形容他了。您准备跟大姐怎么着啊？分手啊，还是继续过，还是怎么着？几年的待在一起了，还是有感情的不？然后我想继续的，你这样怎么继续呢？我跟你吵架呢，你又不做声，我一个人在那里唠叨，隔壁就以为我是个伯父一样，老是骂他，他不做声。行，我再问问大哥行吗？脾气不好吧？应该。是吧？我脾气不好，你什么事情不是你的那个导火线，我会脾气不好吗？朋友都挺怕他的，一听10里之外都能听到他的声音呢。10里之外就听到声音了。那你为什么要选择我呢？你可以离开我啊。当时啊。你现在当时是好了。你现在知道了，你可以离开我啊。人是有感情的。有感情，你改变过没有？我问一下行吗？可以啊。您要觉得还不够的话，您再喊2嗓子，然后我再问。我的喉咙本来就是我想起他跟我对我做这些事情，我就有气，我真的气愤的要死。哎呀，我是脾气，我这性格比较冲，我有时候气起我真的要打人了，我真的是。你打过他吗？还是没真打过他，但是我打过来，他是胡说八道。你是指甲？掐指甲为什么掐您呢？就是他说我晚回来了吧？我打电话关机，老是关机。你看我有生气不生气？关机那是你，我跟朋友一起出去玩，他就打电话给我，就这么点事儿是吧？轮到我了吗？可以了啊，可以我就问啊，2位是怎么认识的呀？2015年在一次朋友聚会中，就认识了，但是当时我根本就没看上他。后来就是我不是说了吗？2016年我的手续吧，他就在我身边不离不弃的照顾我，就这样被他还是感动了。行，我听明白了。你也曾经有过婚姻对吧？有孩子吗？有孙子吗？结婚了没有？没有。所以相对于来说，生活轻松一些是吧？不像你女朋友对吧？还有个孙子还要去管，那你和你女朋友干嘛不搬出来住，要跟她儿子住一起呢？那是他的想法啦。你们有条件搬出来住吗？你有地方住吗？确实我是没有。您没房子？所以只能住您那儿。对。没考虑过在外面租房子住吗？我带个小孙子，我不可能。那您在跟他谈恋爱之前，您住哪儿啊？家里啊，我自己家。那现在怎么住不了了呢？当时在第一次婚姻失败的时候，我就把那个房子给女儿了，双方协议了把房子给女儿了。就是房子是在女儿的名下，是吧？
您觉得带一个阿姨去住不那么方便，是这意思吗？是。听懂了，就自己住，回去住没问题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那您闺女知道你们俩之间的这段感情吗？知道。什么态度啊？态度不蛮乐观的，不看好是吧？啊，为啥不看好呢？我也不知道。现在跟她沟通呢，沟通不了。哦，跟女儿沟通不了。哎呀，您是挺惨的哈。对。无家可归，闺女还对您这样，是吧？然后心里可难受了，谈了个女朋友对你不好，是吧？不是对我不好嘞。他人是好，就是那个脾气啊太大了。好，我接着问啊，问您啊，一直跟儿子在一起生活是吧？对。您和大哥谈恋爱之后，现在不都住一起了，是这样吧？现在是在一起。对，现在是在一起。这个钱你们是怎么规划的呢？谁管钱啊？他那点钱就是他玩，家里的什么都是我呀。所以实际上面大哥挣钱是大哥一人吃喝，是吧？你们俩在一起的钱都是您出。对啊。不可能的，根本是。就他夸大其词了。怎么不可能呢？好。柴米油盐呢，我还是有时候买了不？我每个月家里也印了700-800。一下子1600块钱一个月，你家里印了700-800，你还抽烟、喝酒啊、吃槟榔。你这钱哪来的？我现在没吃槟榔了嘞。没吃槟榔吗？还老是管不放了。好，咱把这事儿放在一边啊。您现在想分手了？我不偷你的钱，不偷你的房子，是吧？你就在家里啊。那您儿子怎么看？您儿子怎么看这叔叔啊？我儿子，我有些事还是瞒着他不，要你们了解一下。所以您在心里面还是有他的，是这意思吧？因为他这人心还是不坏，心还是好。所以两个人都说了对方一个共同点，叫心好。或者叫善良，但是发现两个善良在一起的人，对对方都不善良，对吧？那我比他善良呢？不是，他是哪就不敢。其实，在您心里面的委屈，无外乎于是这几项嘛。第一，我不在乎你的房子，不在乎你一点条件，我就想你对我好点，但是你对我不好，对吧？第二，对我好，其实不是对我一个人好。你得帮我打理儿子、孙子们的生活，我们是有责任的。但是你发现他尽不到责任，对吧？对。第三，特别喜欢玩，所以您觉得这样的男人怎么行？所以我在想，3年也不是今天才抠门小气的，对吧？3年也不是今天才对您不好。如果真像您说的那么不好，您也不会跟他有3年的情感，对吧？开始他是对我好，听明白了。现在我自己是一个要面子的人，在懂。对。就这男人对外拿不出手，对内还不是个棉袄。两个人都把对方说的有点一无是处了。除了是个好人，好像在生活理念上面也不一致，待人接物的观念上面也不一致，双方的朋友圈还不能交集，对吧？有人说对方脾气大，有人说对方抠，对吧？有人指责对方不照顾自己，另一方的解释是我哪里有？好像你们在所有的这个对话里面都没有达到一个共识和同频。恰恰奇怪的是，就是这样一对恋人，好像还有点分不开的意思呢。也不是分不开的。能分开？能分开。那来我们这儿干嘛？就说我跟你说了吧，他那个心还是不放，我就是看。还是舍不得吗？所以你们就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嘛。也不是。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大哥，我问一个问题啊，如果一天我们有10件家务的话，您觉得您干了几件？3件吧。大姐呢？她干3件了吗？最多1件。您希望他做几件？10件事。2件到3件就可以了。就您希望他做3件，但是您说他只做了1件。那您是认为自个儿做了3件事儿？对。但是对于大姐来讲，您其实只做了1件事儿。所以对于做家务的要求不一样。那第二个，比如说您希望他是每周陪您陪多长时间？是比如说要出去逛街算陪，还是在家里待着就算陪？您希望什么样？我也不是说要他陪。您希望怎么样？我就说我们休息的时候，2个休息出去逛一下，一起走一下。就您希望有休息时间，他能陪您逛一下。对。那1周他陪您逛过几次？没有，他自己出去玩1次都没有。没有。那大哥，您陪大姐就遛弯儿，1周7天，您陪她逛过几次？不能说1周吧，只是偶尔。所以我想问一下，你们觉得你们这个算情侣还是算夫妻？你们俩是过着夫妻的生活，连情侣都不算。大姐从上场一直在说，你对我不够好，你不够关心我，
你不在家里面，你不给我买东西，您说的不就是您不陪我吗？你想要的是什么人？最开始在医院的时候不离不弃照顾你，他陪你了，您要的是一个陪您的人。但是对于大哥来讲，您这可能花了3个月时间或者半年时间，因为大姐住了医院2个月，回家可能再养4个月，您花了半年时间，您投资了半年陪伴的时间，这6个月所有家务您包干了。那不止了。那好嘛，那您说1年行吗？可以。您做了1年的家务，您想连本带利息还要不停地翻本，因为您想要的，您离不开的，就是他对你的照顾。不管是你在他家住也好，还是他这边对你唠叨也好，还是他花的钱也好，有一个人照顾您，您当然觉得有感情啊，因为那个感情是他给您的。所以对大姐来讲，我想你想离不开的是什么？中年的时候离了婚，再稍微年长一点点，前夫还去世，只能跟孩子一起住。您真想凑合过一辈子吗？一天到晚絮絮叨叨跟一个男人说你快回家吧，他就是不回来。您想过这种凑合的婚姻吗？您不想过。所以您想要的是有一个人能够踏踏实实陪我。我们常说有一句话，少年夫妻老来伴儿，伴的是什么？不就是随时陪伴吗？您可以去外面玩吗？我觉得可以，谁都可以去外面玩，他跟姐妹一起玩，你也跟哥们儿玩，都可以。但是不是大部分时间应该陪陪家人吗？如果您觉得想要温暖，你就调调呗。1个星期至少陪个逛5次，6、5次弯总可以吧？2次出去玩，陪了5天，我觉得大姐应该是能够讲这个理的人。所以你俩想想吧，大姐这边我就劝你，她不改，算了，别凑合了，累死了。大哥追吧。好，谢谢周老师。谢谢周老师。来，徐总，问大姐一个问题：大姐在找大哥的时候，是想成立一个家，还是说想找一个帮手来帮你操持儿子跟儿媳妇的家？很重要。我也不是说要找个帮手，就说真不是吗？现在呢是我，因为他们小孩的他们都有工作的时候，他们有很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他的小孩儿子儿媳很忙，还有一个孙子，对不对？需要你搭把手，对吧？对对。所以，大哥逃避的是什么？逃避的不是你，逃避的是你要附加于他身上的家务。而不好意思，这个家务也不是你们2个之间的，而是你儿子儿媳妇的家务。所以大哥对这点是排斥的，因为他自己其实可以说是无家可归，因为他想找一个伴儿，对不对？因为您的女儿是不同意你们俩的这个感情的，对吧？对。好，所以他现在就逃避，不想帮你去为别人做家务，懂吗？那也不是，我看他不是这样的。现在是小孩小的时候跟他带着上幼儿园了，我就不再带着，我们2个人就可以另外住，是吧？啊？你怎么觉得就可以？他凭什么就可以帮你照顾你的孙子呢？你不跟我照顾我孙子家里的事情，你要吃饭，你的衣服也要洗啊，大姐一起。所以你们之间是在谈感情吗？你们俩有时间谈吗？你们俩根本就没有时间谈自己的感情。你们俩之间感情就有2座山，一个家人，一个家务。家人是什么？是你的家人，明白吗？家务是你儿子儿媳妇的家务，他不愿意参与，他又说服不了你，所以他就逃避，外头去找朋友去聊天去，没有时间跟你在一起沟通了。你们谈什么感情？你们感情根本就不深，你深的只是说想找一个曾经帮过我，他应该可以照顾我以及我的家人的这么一个帮手，没有谈感情，你们俩怎么可能结婚呢？所以说大姐，回到根本，你是看上大哥这个人，还是看上大哥这份劳动力呢？看上人就去谈恋爱，如果真是要找一个帮手的话，雇一个人，我觉得来得更好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杨老师，看你们俩谁也没想过要结婚。其实你说像2位这样的情况能够组合在一起，挺不容易的，对吧？这女方要照顾儿子、儿媳妇、孙子，然后有一个男士愿意来到他的家里，陪他过这个日子。女士，你想想，有几个男人愿意去你家跟你一起生活，看你们全家的脸色？太难了。所以你还挺幸运的碰到这么一个人。先生也一样，到这把年纪了，没房，女儿不同意再婚，还有一个女人愿意接纳你，给你里里外外上上下下买衣服，也挺难的哈。
你们既然都是挺难的状况结合到一起了，为什么不珍惜呢？我看你们谁都没有努力。先生是过一天是一天，混一天算一天。你如果真有心，你好好爱他，好好爱这家人，把能承担的责任，咱是没房，咱是没那么多钱，但咱有爱吧，咱有心吧。你真诚的去爱他们，我不相信他们不会感受得到。其实在这家里没人特别把您当回事儿，不怪他们，您没做到那个份儿上。既然您是这样的状况，你就应该少一些自己所谓的出去的吃喝玩乐，多一些对这家人的陪伴和付出。真情真爱是会改变一切的。抱歉，没看到您这么做。所以我认为，您也不是多么的喜欢他，不过是在这段时光碰到了这样一个人，愿意接纳你，愿意让你觉得自己还有个家能去，有个人在陪。您不爱他。女士，你也一样啊，你从头到尾就没有喜欢过他，你不过是觉得这样的状况来一个人，虽然不给钱，虽然有滑头，还算听话，还算能让你颐指气使，在家里很舒服，儿子儿媳妇儿也不会去看这个叔叔的脸色，你们都很舒服呀，想骂骂一顿，想理理一下，不理拉倒。那这是正常的情感吗？你这样搭帮过日子能过得久吗？不喜欢是没有办法长期相处的。如果你真的对他有感情，你见过他的女儿吗？你去过他们家吗？你去打动过他的女儿，让他接纳你这个阿姨吗？你压根儿没想过这些，你就不是一个要和他成家的样儿。无非是现在你孙子小，儿子儿媳离不开，所以你跟他搭帮过日子，所以你也没有特别努力去维护这段感情。你也是在这个阶段就这样凑合过了，所以才为什么3年多了，两人从来没提过结婚的事儿。混一天是一天，混不下去就拉倒，这就是你们的状态。无非是3年多了在一起，没办法给自己一个交代，没办法给对方一个交代，没办法给朋友一个交代，所以来这儿希望我们给你们一个交代，说你们散了吧，这样好，大家脸上都有面儿，我们散了，是老师说的，何必呢？虽然说我们是到了这个年龄成家，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对自己负责任，对另一半负责任，去好好找一个适合自己的伴侣啊？不相爱何必在一起呢？你们自己慎重考虑吧，好吗？希望你们以后随着年华逝去，人也越来越老，真的能把日子过好，能够有真正的安全感和属于自己的家。祝福你们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杨老师，谢谢。来，涂老师，你们俩加起来一共108岁啊！你们俩一个贪心，一个不长心。大姐，你知道我说的这个贪心的人是谁吗？反正我是不贪心。你不贪心。好，我们就说说你不贪心的事儿。好像听上去就跟3位老师所说的，你好像找的就是一个能照顾你、照顾你的家人，把你的儿子视如己出，然后呢，把你的孙子当自己的孙子，去照顾的一个老实、本分、有点责任心的老头儿，对吧？对。实际上你要的只是这个吗？这样也对啊，也是。你是只要这个吗？对啊。如果你只是要这个，那件衣服就不会在你手上搭了1个多小时。你只是要这个吗？如果你只是要一个朴素的、负责任的、帮你照顾家人的老头的话，那你对于这个男人的其他要求就不会太高，那件衣服就不会在你身上搭了那将近1个小时，你就不会在乎这件衣服到底是贵还是便宜。你知道那件衣服搭在你的手上，整集这样看下来特别刺眼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几年了，也不是在他心目中间就是一件这个衣服吧？那是啊，所以说你要的不只是这个呀，你贪心呐，对吧？他1个月工资就那么点钱嘛。如果你觉得你真的是，我就想跟他在一起，尽心尽意的过自己的下半辈子。第一，你不要对他提那么高的要求。他不是你儿子的亲爹，怎么可能视如己出？更不可能把孙子当成自己的孙子，他连自己的女儿都不管，怎么可能管你的孩子呢？你那个去了世的丈夫，如果他还在世，如果像他一样经常出去玩，你会说什么？你也说不了什么。如果你真的只是想谈好这段黄昏恋，那你就应该搬出来，就不要去在意他收入多少。所以你要的不仅仅是找一个照顾你、照顾孩子、照顾你儿子的人，
你还要在其他方面他对你付出的更多一些，所以你要的不止这一点。那我搬出来跟他搬出来住哪里去呢？他又没有能力，租房间都没有。你不搬你不提，这件事情怎么可能得成呢？你之所以会对他有这么贪心，提这么高的要求，就是因为他住在你家里，你有些优越感而已。我不可能跟他搬出来住到那个桥下面去吧也。是啊，所以你根本没有想过要跟他做夫妻嘛。他是有他的问题，他不太负责任，但你的要求也太高，所以我说你贪心嘛，他是不长心嘛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要让一个男人按你的要求那样去生活，对你付出，你先问清楚你自己是谁。你不过是提供了一个住处而已。其实你女儿对于你上一段离婚一直是有意见的，对吧？对，她是不认可你。你大概也承认自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丈夫，不负责任的父亲。如果你真的跟女儿之间有这么大的矛盾，恋爱是你的自由，但你不至于这么大的心眼儿，到这年纪一天到晚还在玩吧？她是贪心，你倒是不贪心，你不长心，你天天住在别人家里，住得那么没有自尊，你也住得下去。回到家里，女儿也不愿意跟你住，你也不在意，你也天天玩你。你的人生到底是什么呢？你的人生要的到底是什么呢？你首先得要尊重吧。我相信，如果你跟你女儿之间感情好，你女儿不支持你的再婚，至少也不会去反对，说明从她的心目当中是不认可你这个父亲的。所以你长点心吧。你现在不是结婚的问题，你是得想清楚，活了大半辈子，56岁，我到底应该珍惜的是什么？我到底要的自尊，是别人给你还是自己给你？对不对？好，谢谢涂老师。生活的路怎么走？在这个年龄阶段，我相信你们是想明白了的。因为每个人对事件的理解，这个明白是不一样的。比如您说那个就特别现实，我过去很不理解啊。不是你看看这个人一点骨气都没有，不就租个房子吗？出去打工怎么就租不了个房子呢？但是倒回头来你一想，50多岁的人了，再燃起那种对生活的激情，真的好难。他愿意那么去付出吗？这就叫客观现实条件。所以，在这个岁数，不怕打引号的自私。如果你能什么都为自己好，而且是为自己真的好，反而有些事情你能想得特别清楚。什么是你为自己真的好？你想清楚。未来的陪伴是儿子，是孙子，还是一个跟你年龄相仿，或大或小，能够真的体恤你、了解你的男人？你想想是什么？你也是一样的，是一个暂时看起来像一个家的地方，还是真的一个家？那里面有爱，而不是逃避。好了，接下来时间留给你们自己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刚听了老师跟主持人说的，我觉得还是想继续走下去。但是你能不能把脾气改一点？我也自己改，把自己改了，在家里多帮你做一点事情啦。好吧，那就看你的表现，我再考虑吧。我也，我只有这样的话说，那就。以后的事情你还是看得到的。好吧。还是给一次机会了，那就。那我再考虑了，看你的改变的几根是怎么样改变的，好吧？好了，好嘞。哎，请亮灯啊！谢谢两位的分享，请回。这是真站久了啊，腿还不舒服了啊！来，请关门。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你们预测一下他会出来吗？
希望他出来，但他应该还是会出来。所以这就是生活嘛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他们自己做怎样的选择。开门。来，往这儿站吧。我们只希望通过今天老师们说的话，你们能够把未来的日子过得更舒畅一些，别那么堵得慌，也别那么拧巴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谢谢。来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差不多了吧啊，请亮灯吧啊！哎，你们要那么想腻乎，回家腻乎，怎么在这儿这么腻乎呢？谢谢两位啊，请回，谢谢你们，谢回。